这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孙庞斗智，更是一场跨越物种的信任博弈。何种代价才能为正义呢？这是一片无际的外星海洋，水手们为了生存，常年出海抓住巨型玉雕鲨。这种生物既不能用来当食物，也没有办法制作皮草。它身上最值钱的是动物油，如同18世纪的捕鲸水手为了提炼精油而受伤死亡。面对未知的海洋，水手们总会经历些糟糕之旅。船只莫名失踪早已是常态，又一艘渔船遭到了巨蟹怪的袭击，水手们抵风挺戈，拼死抵抗的勇气却成了他们进入地狱的门票。屠杀了不少武力，巨蟹就躲入了甲板之下。那些没有勇气与海怪对抗的人姗姗来迟，甚至见到断肢残骸后只能连连呕吐。18世纪，人们为了捕猎抹香鲸提炼精油，不仅要对抗巨型生物，还要扛住大自然的折磨，船只损毁，食物耗尽也时有发生。这种时候，水手们反而成了鲸鱼的猎物，白天要顶着压力在海上漂泊，到了晚上也不能休息，因为还有鲸鱼虎视眈眈。食物耗尽的情况下，人性也在站立着。那时候便开始流传一种航海者的习俗，就是抽签来决定下一个被吃掉的人。因为在航海者的规则之中，极端条件下相识同类是没有什么的。片刻，船员们也决定抽签，随即抽选一位幸运水手进入巨蟹的胃里游历一番。贪生怕死的会在长签子入手后大吐一口气，自信运气不会太差的水手也会在抽签的时候心率加快。关乎到生死时便不再有情义。块头最大的男人手抽拿到了最短的签子，本该遵循规则主动送死，却仗着体型优势偷换概念，说自己抽中了船长的位置。英勇的人早已经死在和巨蟹的战斗中，剩下的老弱妇孺没人敢反抗大块头，任由他推着托林下了甲板，盘旋着楼梯而入。男人来到了最底层，巨蟹就藏在了一堆玉雕鲨的后面。托林吓得仓皇逃跑，险些成了巨蟹的盘中餐。他没有想到，这杀人如麻的海怪突然停下了前，借助手中半截人参，发出了不协调的人语：灰藤岛吃肉。短短2句话让托林意识到这海怪是有智慧的，有智慧便可以进行交易。他答应了巨蟹会带他去岛上吃人肉，但自己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不能吃了自己，因为这艘船只有自己这个船长能指挥得动；第二，他有把钥匙，需要巨蟹把残肢断臂吐出来寻找。一人一怪达成了协议，开始了一场信任博弈。托林离开了甲板，他毫发未损的样子让人愣住了，而托林则是趁着这个机会大步流星地跑回了房间，在被众人乱刀砍死前，凭借钥匙取出了火枪。热兵器面前，船员们都是歪瓜裂枣。灰藤岛距离他们的位置也不太远，托林把这个交易的表面告诉了大家，不去的话，船员会被吃掉。托林呼吁大家共济难关，但现在问题仍然存在，下一个该吃谁了？其中一个男人挡在了命不久矣的弟弟面前，这种时候病号是最拖后腿的。然而托林没有这么做，反而看向了大块头。剩下的老幼妇孺仍然没敢反抗，任由大块头被扔下甲板当主菜。托林马上就和其他人商讨起了对策。前往灰藤岛的路程至少要1天半，抛去时间不提，如果巨蟹登岛，那岛上的居民都将成为祖上之肉。托林还有另一个办法，更远的地方有一座无人岛，大伙儿可以想办法把巨蟹送到那边，但过程中巨蟹的伙食是个问题。2条路摆在面前，要么送巨蟹去蚕食整座岛的无辜居民，要么拼一拼把他送去无人岛，途中的死伤未知。以托林对这群人的了解，他们都是一群没有主见的人，或者说不敢把自己的小九九放出来给别人看。托林最终选择了匿名投票，谁都不知道谁的答案，那总该有胆量写下选择吧。圆圈代表前往无人岛，反之叉子代表前往灰藤岛。叉子既代表他们同意了巨蟹的要求，也代表他们放弃了最后的人性。片刻之后，托林公布结果，他告知所有人，投票前自己动了些手脚，能够分辨出每张纸出自谁的手。他举起2张纸，这2个人为求自保，甘愿出卖灰藤岛，也代表着他们会出卖任何人。托林没有直接公布姓名，而是陡然开枪杀了2兄弟。此举过后，有人侥幸，有人庆幸，甲板下的玉雕鲨已经被蚕食殆尽，现在人命成了巨蟹唯一的口实。所有人都知道前往无人岛就是送死，所以刺杀托林换取生路的计划都不谋而合。瞭望台上的托林正在辨别方向航海定位，身后就已经有人带着刀打算被刺。潮湿的木头发出咯吱声，让托林心生警惕。
第一时间发现了行刺之人，男人惊恐万分，表示是大家逼着他来杀托林的。只是托林还没开枪，巨蟹就传话催促他下来。甲板下能吃的都被他吃光了，巨蟹对灰腾岛愈发急切。托林咽了口唾沫，谎称很快就会抵达。可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巨蟹幼崽。原来这海怪栖息在船上等人伺候，竟是为了产卵，给幼崽们找吃的，坐月子。托林知道自己的谎言支撑不了多久了，眼下的巨蟹立刻马上就要吃饭。他点了点头，返回甲板上。此时的灰腾岛近在眼前，众人心里都松了口气，只要登岛，那他们就能活下来。行刺之事，托林也不再计较，给大家的态度是这事儿马上就会结束。不顾众人的情绪，托林决定回房间睡一觉，登岛时再叫醒他即可。而众人又岂会放弃这个最好的刺杀机会？只有除掉托林，才能避免多生事端。深夜，所有人提着家伙来到了托林的房间，掐灭了唯一的火光，照着被子里的人劈头盖脸的一顿乱砍。最后掀开被子一看，托林根本不在这里，因为他在众人身后。凭借手中的热兵器，托林几乎没有意外地团灭了他们。心思细腻的托林点了一下人头数，发现缺了一个，这才在箱子里见到了之前试图行刺自己的老人。作为船上唯二的活口，他们只能先联合一下，把杀了的所有人喂给了大螃蟹、小螃蟹。过程中，托林也坦白了，之前的投票他根本就没有做手脚，根本不必去做手脚，因为每个人的答案都是叉子。说罢，将最后的老者添进了自助餐。这些口粮够巨蟹吃一阵子的了，也够托林改变航向前往无人岛的了。他来到甲板下，通知巨蟹灰腾岛已经抵达。一路来的合作让巨蟹对他很是信任，加之有着智商但并不高的本性，所以托林做什么他都没有起疑。托林2刀劈了油桶，鱼雕鲨的动物油倾泻而下。虽然鱼雕鲨不能吃也不能用，但它的油可是最好的燃料。意识到这一点的巨蟹并不慌，他坚硬的外壳就是保证。托林自然知道这一点，他别有用心。动物油燃起的瞬间，盘旋着楼梯而上，托林步步惊心。他跳进大海，登上了提前准备好的小船，目睹着海怪葬入火海，表情冷漠。托林的方向是灰腾岛。原片短短20分钟，却把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。作为棋手之一的托林，可以说是冷静果断，心怀大义，对船上活着的每个人都了如指掌。大块头是个莽夫，武力笼络来的人脉关系都不会长久。两兄弟是无奈之举，不管哥哥再怎么仗义，涉及到病号弟弟时，都会让亲情打败理智，留着是祸患。托林不得不除掉他们，顺便杀其儆候。船上有个小个子，是个典型的怂包墙头草，开头贪生怕死连连呕吐的便是他。托林在第2轮选票时有意给他卖了个人情，因为他知道所有人的答案都是叉子，保他一命击毙双胞胎，或许能让这个墙头草有用处。最后证明了托林高看他了，墙头草在哪个墙头都能生长。小伙子参与了行刺事件，船上只有2个女人，他们自然会是同一阵营。其中脸上没有纹身的女人和大块头有过2次互动，第一次是抽签，大块头挡在了女人面前；第2次是大块头成为自助餐，女人掩面转身。这足以看出2人关系匪浅，而且女人在第2次投票时发出过疑问，认为一切又回到了抽签送死的起点。或许是觉得2轮投票让大块头为他挡枪的事情白白浪费，最后的老头便不用多说，双胞胎弟弟死后，他很可能成为下一个病号。年龄不饶人，但被刺扰啊！只要能够活着，老头什么都干。通篇下来，托林算计了每个人，他也是武力夺权，但与大块头不同，大块头的目的是靠力量优势得到一次活下去的机会，而托林却是为了拿到整艘船的控制权。前者块头再大，一枪也是必死；后者块头再小，火器在手，谁敢放肆？并不能说他无情，他是有打算拉拢几人一起活下去，只可惜船上都是叉子，都甘愿出卖别人保全自己，最后只能铤而走险，一个人舍小义取大义。巨蟹的死完全是因为母性，他本身确实有着坚硬的壳保护，火烧一时并不会伤及性命，但身下数不清的崽子们，巨蟹必须保护。托林也是拿捏了这一点，才敢在最后铤而走险。只能说巨蟹还是图羊图森跑，玩不过人类呀。不看后面，光是看到第2集就能感觉到这个剧集水平回春了呀。托林让人联想到了白鲸中的船长，或好或坏，他从不微笑，他的灵魂未腐，只是恭顺谦卑，一切皆因那藏在心底的秘密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